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24.94， 收盘价是 124.92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25.04， 最低价是在 121.8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.44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8 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它叫 T 字线。那 T 字线的特征呢，是开盘价与收盘价相接近，并且呢含有长长的下影线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根 T 字线啊，它的位置是处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，是处在相对高的位置。当日的这根 T 字线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开盘之后啊，股价既遇到了压力，然后是一路向下，下方是在122附近遇到了支撑，随后股价在盘中是一路震荡上行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附近。那也同时呢当然也是在当日 K 线的顶部生成了一根 T 字线。那这根 T 字线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啊，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日后啊，也就是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。那么我们还要补充说明，当日的这根T 字线啊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然后开盘即遇到了阻力，那我们会看到这个阻力啊，正好也是在124附近。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多次在视讯当中提到过，从124到128这个地方啊是容易做头的，或者说是这个地方，也就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上方的128这个区域是强压力，是有空单布局的。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是容易做头的，我们会看到正好是在10月4日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并且是跳空的高开盘之后啊，股价即遇到了阻力，在盘中是被压回。那么生成这样一根 T 字线，那 T 字线啊，通常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如果出现在上涨的行进中，或者处在相对高的位置，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尤其是如果这样的一根 T 字线带有一个增量的成交量，那么变盘向下的几率呢会更大。但是这根 T 字线啊，我们会发现虽然是处在高位，但是呢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。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面这根 K 线最高的上方。那我们认为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，那么股价将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量的上涨，也就是说一次站上前高128。对，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会出现回档。那么回档呢目标就是要
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那么回档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认为在下方有2个重要的支撑，除了是各个均线值之外啊，10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20附近，还有它的最低115，将会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26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22附近。实际在10月4日收盘价是在124.92。那么我们出现了上涨。那至于我们预测上涨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性质相同，也就是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同时呢方向也是相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有补量的上攻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0月7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128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这根 T 字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25这个位置将是强压力。因为在出现这样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一旦出现了大幅的低开盘，那么这根 T 字线的最高将会成为强压力。我们刚刚或者多次在视频当中说过，从124到128这个区域是容易做头的，也是强压力，是有空单布局的。所以呢，在10月7日开盘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是一个高开盘，当然一旦是高开盘应该是肯定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那么这个位置125是很容易成为支撑而推动股价继续上行的。所以我们说在到达128之前，125将是压力位。128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继续自9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1，是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如果再被站上呢，将会确认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因为对于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上方还差一个头高。那这个131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建立多头趋势之后，股价接下来的目标是很容易去测试140的，也就是说出现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新高。但是在到达140之前136这个位置仍然可以成为是一个压力位。所以我们说上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128、131，还有上方的136，当然还有140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目前我们要调整一下。现在下行的目标是10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15这个位置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这个位置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它是前低。那么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自9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因为如果股价出现回档，上方已经有一个头，对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是头低，下方如果再跌破115呢，那么自9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。那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13，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么我们说这股价在到达我们先说115之前，目前的比较有力的支撑
就是120，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，120啊，正好是这个缺口的下沿附近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，说这根10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是119.38，我们取整数是120，这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因为这根 K 线啊很特殊，它是在继前面这根带有增量的一根长红吞噬，这是一个长红吞噬的 K 线组合，是下跌的动能。收盘价呢，我们会看到跌破前低，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。通常在这样的 K 线组合下之后啊，股价是会有下行的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那我们会看到10月2日它是有新低的出现，但是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并且是测试了这根红 K 的中线，然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又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，然后继续上涨。所以说这根 K 线是比较特殊的，它的最高呢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，同时它的最低也就是115这个位置也会成为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115之前的支撑位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目标呢，当然就是113。那其实115如果被跌破113是很容易被继续被跌破的。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100.101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下行的3个目标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之前呢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对于10月4日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0月3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122附近，那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实际我们会看到出现了这样的走势。那么到了10月7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 T 字线的最高是在125这个位置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因为 T 字线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在这个位置是容易做头的，所以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会认为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但是如果是低开盘，股价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，然后去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所以这是我们关注125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30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之后然后接下来又出现了小幅的上涨，并且在当周是相对于前一根 K 线是没有新低的出现的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当周的成交量不足，也就是呈现的是量缩。然后呢，收盘价并没有站上这根前面这根 K 线最高，也就是没有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所以说，在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涨量缩，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，那这个位置是容易做头的，也就是股价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预测。那么我们在之前预测，在9月30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上行，
收盘价会收在134附近。如果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收在108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高127.5这个位置。那么在9月30日当周，股价一直是在前高下方运行，因此我们会看到，收盘价是收在了，低位，对，其实是相对于之前的前高的低位，但是呢，相对于前一根 K 线，我们认为还是收在了相对高的位置，也正好是在我们这个观察线的附近。那么到了10月7日当周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上行，仍然我们定在134这个位置，会收盘价在这个位置。如果出现下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12附近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12。好，也就是一旦出现下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盘价跌破前低的。对，那么在这个10月7日当周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我们仍然关注127.5这个位置，因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周中只有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啊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上涨，甚至是收盘价会收在高位。但是在周中，如果是依然是在127.5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的走势，甚至是出现下行，收盘价在112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那么我们的成本价呢是在122.3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0月3日收盘价，也就是在123附近10%最后一次加仓。那第一次建仓是在9月24日收盘价121这个地方5%进场。对，那么这15%的仓位呢，那我们的获利目标是从126到128。那我们会看到在10月4日股价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虽然目前也是获利的位置呢，那么很可能这个仓位是会继续持有的。那么到了10月4日收盘价是在124.92，那么这个股价呢并没有跌破我们之前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之前给出的止损位是在115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到了10月4日这个收盘价124.92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出现这样一根 T 字线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所以那这15%的仓位呢，到了10月7日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我们会给出2个位置，一个是守120这个位置，另外一个位置呢继续，也就是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可以继续守115。对，好，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125到128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位置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11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25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28，第三个压力位是131。下方
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这根 T 字线的最低，也就是从121一直到122，在这个区间。第二个支撑是120，第三个支撑是119，119啊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然后第四个支撑是115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一波大幅的上涨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24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27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26附近。但是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29.5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28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2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上涨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25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21，也就是会出现新低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22.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2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